说一个笑话给我听。人比人气死人，智慧助理比智慧助理气死我，蛋糕比蛋糕呢气死蛋糕。哦，哇哦，这他刚刚还最后的时候还放一个那个餐盘的那个声音，气死蛋糕。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它本身就是依赖于 Google 整体的生态系以及系统。比如说，我现在要去有没有小红楼砂锅菜？这时候呢，它就会自动帮我导航了。就是它可以玩游戏，你敢相信吗？你不用去破解，你不用去越狱，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可以玩游戏了。哦，哎，这怎么玩啊？等一下，等一下。哎，这有点像以前那个什么 Temple Run 是不是？哎，它可以跳哎，哎，好猛哦！呜呼，自己新增一个捷径。举例来说，我可以叫 Google 语音助理动作，又或是打电话给联络人。好，举例像我打给联络人，滨江道路救援啦，好不好？这个好来咯，重新启动咯。噔噔，这个时候我们再怎么样，回到这里，你就会发现，哎呦，这很厉害哎！直接打给什么滨江街道路救援 ？OK Google， 我觉得它在 OK Google 这部分的辨识度会比我觉得它会比 Siri 还要灵敏。你还在用交车送的脚踏垫吗？不来试试，大多车友都在使用的3D 卡酷立体脚踏垫。不仅市面上大多车型皆有开发，还结合雷射扫描技术，服贴完整，搭配3D 高边无死角设计以及防水槽锅身，不怕饮料打翻，侧漏爱车地毯。独家3层技术，防护、吸震、止滑，底部更搭载神爪设计，安全不位移。此外，即洗即用，顺手又方便。输入脖子专属优惠码，享独家折扣，详情请见下方资讯栏。欢迎收看脖子解说。这个我们知道，前一阵子我们这个美国大佬川普啊，他就提出了这个关税课征的这个协议啊，想必有非常多的车友都是果迷，也就是苹果的 fans， 正想等 iPhone 17，但是据说有可能 iPhone 11又会调涨，所以我知道好多车友啊都在询问说，想要换安卓手机啦，那就是你会从 Apple CarPlay 转换成 Android Auto。今天要好好来跟大家介绍 Android Auto 的10大亮点整理。A few moments later。好，首先我们来到第一个重点，就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所谓的自定义。好，这是一台三星的 A54 的手机，那一样我们已经连接好 Android Auto， 它的界面其实跟我们之前拍过的 Apple CarPlay 完全不一样。好，那首先我们先到设定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一个 Android Auto， 就在这边，点进去之后呢，再点下面这个 Android Auto。就会发现，它其实原车的设定啊，有非常多的选项可以让你去做选择。我们这台手机啊，它是搭载 Android 14，那在荧幕面它也可以去做调整。比如说，有些 APP 你并不想要显示在上面，那你可以取消打勾。位置你想要摆在前面，或是摆在后面，这也是可以透过手机背后的设定去做调整的。好，那来到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分屏画面。哇，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界面导航一大块。大概占了2/3的面积，那1/3可以透过是你的音乐，或者是像这个我觉得蛮特别，是 Google 新闻。那 UI 设计面我觉得也还 OK， 这是它的版面配置部分。其实某部分来说，跟 Apple CarPlay 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好，那第三个部分就是 OK Google。我觉得它在 OK Google 这部分的辨识度会比我觉得它会比 Siri 还要灵敏，相较我在用 Apple CarPlay 的时候，我觉得它的辨识度会比较灵敏。再来，我觉得它好像比较聪明一点。在 OK Google 这边啊，你看它会有一个这里，它其实是一个模型，会去学习的，然后你甚至可以去重新训练它。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加分的。OK Google， 说一个笑话给我听。人比人气死人，智慧助理比智慧助理气死我，蛋糕比蛋糕呢气死蛋糕。哦，哇哦，这他刚刚还最后的时候还放一个那个餐盘的那个声音，气死蛋糕。然后再来一个 OK Google， 下周油价涨还是跌？ Facebook 网站的资料显示，
下周汽柴油涨0.4元，中油公告下周95无铅的价格为29.8元，柴油为26.9元。基本上你问他什么，应该都算会答啦。OK Google， 导航到台北101。导航到台北101。哦，而且重点是哦，当你使用它的这个导航的时候，它其实会联动到这边的，有没有？你会发现到它是自动联动的哦。接下来第4个重点，也就是日历的整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它本身就是依赖于 Google 整体的生态系以及系统，包含 Google Map、Google 新闻、Google 天气、Google 有的没了，很多很多。它这日历就可以去整合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现在要去，有没有小红楼砂锅菜？这时候呢，它就会自动帮我导航了。1点44分，我半小时后要抵达，所以我就直接点一下，它就自动帮我导航到小红楼砂锅菜，有没有？从台北到这个林口龟山这里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加分的。再来第5个重点是什么？第5个重点，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玩游戏，你敢相信吗？你不用去破解，你不用去越狱，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可以玩游戏了。来，怎么回事？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这是它的主界面。那我们这时候点这里，就会看到有一个有没有跟 game 有关的，就是这个 Game Snack。你看它有很多种游戏，哇，这样算一算多少？16、17个。我们随便点一个来玩玩看。本身的设定机制就是一定要在静止情况才能打，你边开车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打游戏哦。这怎么玩啊？等一下。这有点像以前那个什么 Temple Run 是不是？它可以跳好猛哦！它如果可以结合那个摇杆的话，我觉得应该会很加分。这啥？哦，好了，反正就是有很多种游戏可以让大家来玩一下。再来下一个重点就是开车自动捷径功能，这个概念有点像苹果用户里面有一个叫做捷径哦，就是捷径这2个字，它可以去设定，比如说当你连接到 Android Auto 的时候，你在开车的过程中，它自动帮你执行什么样的程式。首先，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哦，它会有一个东西叫模式与日常，点进去，它再往下走会有这个开车模式。好，当它会有一个设定，就是当你 Android Auto 开启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事情？来，这个时候我们就执行一个，因为我已经设定过了，你就可以写开启应用程式。什么应用程式呢？神盾测速照相。所以其实它这个是很不错的，然后就按完成。所以每当你自动开启 Android Auto 连接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帮你执行测速照相，也就是这个。神盾测速照相。那因为我刚刚设定过，又把它关掉的关系啊，所以当你今天重连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跳出来。我觉得这一点也很方便。那再来下一个重点就是自动启动器，这个在哪里呢？一样在 Android Auto 里面。好，首先这是主页嘛，主要设定页面。好，你选取这个，然后再选取 Android Auto， 然后下去之后，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叫做自动启动器，这什么东西呢？你看。这些 APP 其实都是我们上面有的，但是我今天可以做一件事情，是自己新增一个捷径。举例来说，我可以叫 Google 语音助理动作，又或是打电话给联络人。好，举例像我打给联络人，滨江道路救援啦，好不好？这个，所以他会叫你重新启动后再那个。好，那我这时候就先重新启动。好，来咯，重新启动咯。噔噔，这个时候我们再怎么样，回到这里，你就会发现，哎呦，这很厉害直接打给什么滨江街道路救援。我觉得这很不错吧？你看我自己设一个捷径，在 Apple CarPlay 办不到我就直接设一个捷径，以后开车过程中我也不用说什么请你帮我打给谁谁谁，有时候他还辨识不清楚，那我直接设一个捷径，一点他就直接打过去了。所以这个是新增一个启动器的概念。再来下一个重点，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我蛮喜欢这一版的 Google Map， 因为它可以，你看它可以这样动。但各位知道吗 ？Apple CarPlay 里面的 Google Map 已经不能这样动了，它右下角会有个加加减减，然后上下左右，你只能透过按键去调。但是 Google 的 Android Auto 的 Google Map 既然可以，你看我点2下又可以放大缩小，有没有？这才是 Google Map 要有的
这种调整模式嘛，结束导航，你看直接这样移都可以，移方位都可以。Apple CarPlay 以前有，可是后来又取消了，所以我觉得是蛮可惜的一点。好，那第9个重点就是，常常我们有时候开车过程中收到一些简讯或者这些讯息，那我们没办法用手机去看，那怎么办呢？其实它是可以用朗读的。举例来说，像这个有广告了，全联专属任务4用使用 PX 对全支付累计消费。简单来说，就是它可以朗读你的讯息之外，你又可以回复它。那回复方式也是透过口说的方式，它帮你回复。我觉得这一点也算是很不错，因为有时候开车你其实没办法去看你的手机，那你可以透过动口不动手的方式，直接完成所有的任务。好，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上面有一个叫提醒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东西还不错哦，它就是可以提醒你要的指令。举例来说，请问标题叫什么？提醒我开车要注意安全，不要乱超车。提醒事项标题为提醒我开车要注意安全，不要乱超车。你想要什么时候收到提醒事项？每30分钟。没问题，今天下午2点06分我会提醒你。我觉得这点还不错吧，就很贴心，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 ，Android Auto 其实不难用，而且它很多功能是蛮聪明也蛮直觉的。这段期间用起来，我觉得蛮有感，就是它的那个语音助理 ，OK Google， 有没有？其实它很灵敏，基本上什么能听的都听得到。但有时候问 Siri 的时候，它不一定可以回答到你想要的答案。好了，那以上就是跟大家简单分享 Android Auto 的10大重点整理。那希望大家喜欢。如果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内容，大家有兴趣了解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分享。记得订阅我 YouTube 频道。那我们下部片见，拜拜。